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详谈 Rolling Tech。This is true。今天我们会聊的最主要的话题呢，是关于已经火热了非常长一段时间的 OpenClaw。那我会跟大家分析，就是 OpenClaw 的整个事情的到现在为止的一些进展，还有它目前为止对整个世界造成了什么样的一些改变。那我自己的一个结论就是，你不需要去真正的去使用 OpenClaw，但是呢，你一定要了解这个 OpenClaw 整个发展的方向，还有它是怎么样的情况下会诞生的。因为呢，它会是接下来影响整个 Agentic AI 或者是我们讲的 AI Agents 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然后同时间，我自己觉得它就是下一个 ChatGPT，就是它带来的那个震撼感跟 ChatGPT 带来的那个震撼感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最主要的一个话题。那在开始我们正式话题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最近一个让我能够真正意识到我自己的情绪变化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过程，所以跟大家分享。那就是在日常的生活中呢，就是不管是我跟我太太，我跟我家人都好了，他一定是会有一些磨合，或者是会有一些时候是会不是那么开心，或者是可能会有一些情绪的。可能比如说做了一些某些的小事情，真的是很小很小的事情，但是它就会让我产生很多一些不满的一些情绪，或者是可能会想要发脾气这样子。但是呢，我觉得这一次就是有一天我在驾车的时候，跟我太太在聊天的时候，然后她聊到了某一些东西是让我非常的生气了，所以我当下就突然间变得很想要发脾气，就是很想要去问他为什么你会这样子讲，就是会变得很想要去指责他。但是就在我准备脱口而出的那一刻呢，我突然发现到我自己意识到了我自己正在准备要发脾气这件事情。我觉得能够意识到这个事情，它非常的关键，也非常的重要。就在我准备脱口而出的时候呢，我冒出了这样子的一个念头，他在询问我自己：诶，你是不是现在准备要发脾气？那你知道发脾气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吗？造成这个影响呢，短期来看，你的确是宣泄了自己的情绪，但是长远来看呢，这件事情对你、对大家都不好。那你真的要做这件事情吗？我觉得就是因为有了这样子的一个警示，跟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意识，就是我真的意识到了我自己现在正在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我就能够重新去思考，我真的要这样子做吗？所以最后我就把我的想要讲的这个话给收回。所以我自己这整个过程中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发现到我好像进步了，就是我觉得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意识，我觉得读书真的是帮助我在这些思维上面真的是有一点点的一个进步了。就是我发现到以前这个东西是肯定是我不会留意的，但是现在呢，我却可以做到是能够让我意识到我现在准备要做的这个事情，它能够让我重新去思考。我觉得单单有了多一层的这个提醒或者多一层的这个思考，它就已经让我的结果有很大的一个不同了。所以我自己最后总结的心得就是，为什么你会觉得很多的高手或者是很多很厉害的人，他们为什么最后做出来的结果不一样？他们也是普通人，他们面对也是这么多的情绪。我觉得日常中每个人都会面对这些情绪的，哪怕你是有一个很好的知识告诉你不应该发脾气，不应该做这些事情，不应该做那样的事情，但是真正你在面对当下这个情绪的时候，你如何去反应，它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这些我们所谓很厉害的人或者是高手呢，他们就是在这些关键时候能够真正做对决定，最后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迭代，就是在他的人生中不断的做对决定，最后呢，让他能够获得一个更圆满的一个生活。而其他的人，或者是像我这样子的一个普通人呢，我们的差别就在于，在这些关键时候，我们最后还是没有控制住自己，可能还是脱口而出，可能还是骂了这个人，可能还是讲了自己想讲的那句话，当下获得了满足，但是之后呢，却要花更多的力气，或者是在这个地方上永远都没有办法去突破。我觉得它是这样子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差别。所以我觉得人生就是真的是一直在修行，在这过程中如何能够确保自己把自己真正懂的东西运用起来，我觉得它才是最关键的一个东西。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一个科技主题。今天就主要想要聊的就是关于 OpenClaw 的这个故事。那 OpenClaw 的这个故事真的是非常的精彩，非常的有趣，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听下去。尤其是他的这个创办人 Peter Sternberg 呢，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幽默而且非常有趣的一个人。他基本上是一个已经退休的工程师。那他在退休之前呢，是因为他已经做到了一个项目，成功的让他赚了很大笔的钱，然后他觉得这个工作太辛苦了，甚至他对于 IT 对于 coding 已经非常的失去热情，所以最后他决定退休。那在这个时候呢，他其实更加多的就是他已经没有这些业绩压力了嘛，他现在就是属于一个退休阶段，他只是想要找一些好玩的项目，所以他就只是想要让他的 AI 变得更加的好玩，所以他就一直在想一个东西，就是他发现到现在所有的 AI agent 都不够的 friendly， 所有的 AI 厂商提供的这些 AI 服务都是不够的友善，他没有办法用一个更简单的方式去
能够跟 AI 去做沟通，或者是能够帮 AI 下指令，或者是能够让 AI 去做某些事情，他觉得这整个使用的过程中不够简单，他觉得最好的一个方向应该是连他的妈妈都知道怎么样去使用 AI agent 帮他做事情，这是他想要做到的一个目标啦。所以呢，他是从这个角度去出发，看看到底可以怎么样去改进这整个体验。他自己会写 coding 嘛，他就开始让 AI 去帮他做 coding， 最后不断的想要完成这个东西，直到某一天。因为发生了这个非常震撼的这个东西，让他意识到这个东西是真的可以去做的，所以呢，他就开始去学习、去开发，然后就是自己去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些小小的一些工具，能够让他在用 WhatsApp 的方式，这个是一个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的逻辑是他觉得跟 AI agent 沟通应该就像是跟 WhatsApp 聊天一样那么简单，所以他最后把 AI agent 串到了自己的 WhatsApp 上面，他能够在 WhatsApp 上面直接对着他的 agent 下指令，直接问他的 AI 问题，直接让 AI 帮他做事情，比如说他去国外玩的时候。他因为可能网络不好，他没办法可能打开 OpenAI 的一些 App， 但是呢，他就能够直接在手机上面呢，透过 WhatsApp 的方式呢，直接问这个 AI 一些问题，帮我查一下这个资料，帮我看一下这个图片代表什么地方，帮我做一下翻译，然后帮我去完成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他就让在家里的这个电脑能够继续的做事情，他也能够继续的旅行，这个是他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理念，就是他觉得 AI 应该是要能够用最简单的方式去沟通，他会自己去找到解决方案去解决问题的。然后某一天呢，这个震撼的时刻出现了，就是他突然间有一天的时候，他就是像往常一样，就是用 WhatsApp 的方式在叫他的 AI 去做事情。然后突然间，他可能非常着急，所以他就用了语音信息的方式叫 WhatsApp 去做事情。然后当他下了这个语音信息之后呢，他突然间意识到，哎呀，我没有帮助 AI 设定过这个语音信息，所以他应该是听不懂了，所以他就准备要去打字。但是这个时候呢，他发现到这个 AI 回复他了，就是这个 AI 竟然能够听到了。这个声音，然后回复他，他就非常的惊讶，他就问这个 AI 你是怎么做到的？所以这个 AI 就告诉他，因为我看到你发给我的是一个我看不懂的一个文件档，所以呢，我就去尝试发现到它是一个声音档嘛，所以我就去网络上找了这样子的工具，把这一个声音的这个格式呢，变成另外一个更加 friendly 的声音格式，但是它还是一个声音的格式，所以我就在想，我怎么样可以把这个声音的格式变成文字，让我可以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又看到了你之前给我的这个 OpenAI 的这个 API key，所以我就把这个 API key 呢接上了这个一些 AI 的工具，然后最后呢，成功的帮我把这个声音的档案呢变成了文字，然后我现在看懂了你的信息，所以我就能够回复你。然后这个时候，当他看到了这一个信息之后呢，他整个人是完全震撼在原地的，就是他没有想到 AI 已经可以到达这个程度，就是他会自己去解决问题，他会自己去想办法解决他现在面对的这个挑战，然后去完成这个问题。只要你下给他这个指令，他自己竟然可以做出那么多的事情，很多都是他没有想过的一些方法，但是他不管，反正只要能够做到事情，他就会去做。所以这就是 OpenClaw 最重要的两个特点。首先，第一个就是你能够用非常简单的方式，大部分是 WhatsApp 啊，或者是你在用的聊天工具 WeChat 啊，就直接能够对他下达命令。然后呢，他会自己去思考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最后把这个问题给解决，然后直接告诉你最后的成果是什么。这个是他的整个 OpenClaw 的一个核心理念。所以呢，他接下来就决定把这个 OpenClaw 变成一个开源的项目，然后放在网络上面，让大家可以自行去下载、去使用，然后他就是不断的去做维护啦。然后就这样子，这个 OpenClaw 就因为某些契机的关系呢，让全世界人都开始风靡在用这个东西，尤其是中国，就是整个中国呢，可能因为有了这个 OpenClaw 的关系，已经延伸出来一整套的一个行业跟一整套的一个产业，所以它是非常非常的夸张，也非常非常的火热的。首先呢，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出现了这个代安装的这个服务，因为像 OpenClaw 这个设定是非常非常的复杂，然后中间需要去 setting 很多 AI agent， 要做很多串接，要做很多 prompting， 最后才能够完成整个 setup 嘛，所以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要进入这门槛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呢，就有了这样子的一个代安装的一个服务，就是你可能可以在很多的二手平台啊、淘宝啊这些平台、小红书这些平台呢，都能够找到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就是他可能跟你收可能几百块到几千块的一个人民币，他就直接帮你安装你需要的 OpenClaw。OpenClaw 可能装的时候很容易，但是需要符合你的个人的这个条件，就可能会有需要一些挑战，比如说他可能需要知道，你是什么样的角色，你需要什么样的 agent，你需要用的是客服，你需要用的是这个东西，你需要连接是你的智慧家居，他做就能够根据你需要的那个东西帮你设定好这样子的 agent， 让你可以直接开始去玩，所以就有了这样子一个代安装的服务，它直接产生了一个全新的行业出来。就大家可以想象以前 IT 在做的这个事情，就是我帮你配上一个电脑，然后这个电脑可能就里面就直接帮你装好了正版的 Microsoft Word， 正版的 Microsoft Excel， 它帮你装好了各种各样你一般上
需要的软件再卖给你嘛，它变成这样子的一套服务嘛。现在也变成这个模式再重新来一次，但是呢，这一次不是在帮你装配电脑，而是帮你的电脑直接装上了这样子的一个 AI agent， 也就是 OpenClaw， 然后再配合你需要用到的一些特别的一些 agent， 它也帮你设定好，这样子也可以变成一个服务。这是第一个发生的事情。基本上像这样子的代安装服务是非常非常的火热的，基本上就是有很多很多的线下活动啊，有很多很多的人在帮忙排队去安装啊，这些活动都是可能是去到几百人、几千人的这个程度，也有很多很多线下活动是可能很多发烧友聚在一起讨论怎么样去做得更好啊，或者怎么样可以用 OpenClaw 用得更厉害，很多这样子的一些讨论会 online 的一些课程都在整个中国非常非常的兴起。但是呢，随着它这个东西的火热呢，它就暴露出了 OpenClaw 最重要的这个重点没有被解决，就是它对安全性上面的维护是非常非常的不好的。最主要当然是因为它是一个开源项目，加上是你可以想象这个 AI agent 它有了很大的一个权利，你必须可能很多人会给他家里的账号密码、自己的个人的账号密码、家里的一些钥匙的一些密码，所有的东西都给完他，信用卡密码，你的各种各样的资讯你都需要给完他，他才能够帮你去做事情嘛。那这个时候他就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安全问题，就是谁都可以对这个 AI 去下指令。假设你可以想象，假设你让这个 AI agent 最后串进的不是你个人的 chat，而是一个公开的一个群组，那你让这个 AI 能够在里面去回答这些人的问题，那它就是这个群组里面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聊天机器人，或者非常好的一个客服吧。但是呢，它就可能被别人去利用这个东西，比如说，他就让这个 AI agent，因为他能够对这个 AI agent 下达指令嘛，他就可能让 OpenClaw 去把你的所有的机密资料都抓出来给他，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账号密码全部都抓出来给他，所以他就有了很多这样子的一个风险。然后呢，同时间，因为这个 agent 在这过程中你需要串接很多不同的工具，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智慧家居，甚至是我平常用的工作的一些软件。那在这个时候，如果你的可能这个工具它还没有写好这样子一个对 agent 的一个接口，就会需要一些第三方去把这个接口给做好，这个桥梁给搭建好。那这些桥梁、这些接口呢，很多人就在里面有很多样的一些我们叫做 prompt injection， 也就是说他们在里面埋入了一些很不友善的 prompt， 比如说他在帮你做这个桥梁的过程中呢，必须把所有的资料都喂给这个提供商。所以这个时候呢，基本上你的资料完全的被泄露，甚至还能够登录进你能够登录到的地方。然后你可以想象，他现在能够利用你的 agent 去到你的 WhatsApp， 因为你自己都已经把它设定好了。他现在指挥这个 agent 去到你的 WhatsApp， 帮你做一些你不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就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些安全隐患。所以中国政府呢就开始非常强力的推荐大家，就是不可以安装这个 OpenClaw， 尤其是他们的一些国家企业啊，或者是他们的一些政府单位啊，你这些工作人员用的电脑全部都不能够安装 OpenClaw， 如果有安装，你需要去报备。所以呢，在中国就流行起了另外一个服务，就叫做帮忙卸载，就是帮忙 uninstall 的一个服务。就是很多人在用了之后发现到自己不用，或者是可能密码被泄露，或者是遇到很多挑战之后呢，他们放弃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要能够确定的把自己的电脑上面给清除这些 agent， 他们又不会，或者是他们又觉得，我可能是不是清除的不干净？所以这个时候呢，在网络上又兴起了另外一种行业，就是他帮你做的事情是帮你 uninstall。然后他还给你一些可能确保，就是你的这个东西是已经删除干净，所有的 AI agent 都已经离开了，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它就变成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服务。然后当然就有很多人嘲笑讲，最后你没有成功的用到 AI，你没有成功的增加自己的智能，但是你给了2次的钱，第一次是他帮你安装，第2次是他帮你卸载，最后你付了2次的这个智商税，然后你没有获得任何的一个智能，所以就现在整个中国就处于这样子的一个局势，就是厉害的人还是在直接用这 AI agent 做着很多事情，甚至也有很多的人在用这 OpenClaw 去创业，或者是可能真的是我们提到一人公司，或者是几个人就能够做很多人的一些事情。这个 OpenClaw 的自由度非常的大，所以让非常多的人愿意花很多时间在这个地方上面。那 OpenClaw 具体来说可以做到什么事情呢？我这边举几个例子，让大家有一些想象空间。首先，第一个是它可以跟你的智慧家居去联动。想象一下，今天接到了你的 CCTV， 接到了你家里的灯光，接到了你的音箱，这个时候你可以用 AI 的方式让它去播某些歌曲，或者是固定的时间播某些歌曲，固定的时间开灯。它能够看到 CCTV 的时候就更加好玩了。它现在能够在你在外面的时候呢，告诉你现在家里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它能够告诉你，这个包裹送到了，这个物流公司刚刚把包裹送到，它给你看一下 CCTV 的这个截图。晚上的时候，它能够帮你看外面有没有人经过，有人经过的话，它帮你去拍这个人所有的东西。这些都是一些非常好玩的一些案例。然后呢，它能够变成你的一个健康助理，比如说你能够每天都把你的食物拍上去问他，帮你做记录，给你很多一些健康的意见。
间，然后提醒你要做运动，因为它是可以完全的客制化的。它可能突然间发现到，最近你的3餐都在吃炸鸡，所以它就告诉你现在是时候你一定要做运动了。它可能傍晚6点的时候就直接告诉你，现在你必须起来马上去跑步，你的目标是要跑多少公里。它能够做到以前很多这些 App 做不到的事情，是它能够真正变成一个客制化的一个专属的一个个人的一个健康助理。然后它也能做你的一个日常管家，比如说帮你管理财务啊，帮你管理家里的很多事情啊，帮你管理可能家里的库存啊，有很多这样子的东西能够让它来做。比如说真的是像我自己在使用，就是要你要管理个人财务，真的是非常浪费时间，而且非常需要很大量的一些心力来做的。但是现在有了这样子的一个 AI 呢，它就能够定时的去帮你处理所有东西，比如说你把所有的 receipt 拍给他，自己帮你去做记录，自己帮你把整个财务给管理好，这些都是它可以做到的一个方向。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好玩的，就是因为它可以接到这些聊天工具嘛，可以接到 WhatsApp、WeChat 这些工具上面。这个时候呢，它就能够进入你的群组。比如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进到你家庭的群组，你就有一个家庭的管家。那这个家庭的管家呢，可能就可以提醒你妈妈要吃药，提醒你爸爸要做什么，回答你家里的问题，或者告诉大家明天就是我们的家庭日了，大家记得准备1、2、3、4、5。因为他能够看到你的 calendar， 因为他知道了很多这些资讯之后呢，他就变成一个很好玩的一个聊天机器人，你可以在里面跟他有很多的互动。那至于在工作相关的，当然就是可以帮你做很多一些重复性的一些任务了，甚至是有些人拿它去找工作，现在不断的去看，符合我资历的全部都帮我去发送履历，全部都帮我去 approach 他，或者是有些人把它变成自己的一个 salesman， 持续不断的去扣 email 别人，持续不断的去扣 WhatsApp 别人，持续不断的可能去接触别人，告诉大家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sales， 然后我是什么样的公司，我们公司专注在做什么。以前需要人来做的东西，现在似乎有很多的想象力是从 AI 这里可以做到的。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OpenClaw 这么火热，最主要的关键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都有了一个虚拟的员工，能够帮助你做到很多很多的一些事情。那我们提到全球首富黄仁勋呢，他基本上也是直接把 OpenClaw 看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咯，就是他直接告诉大家 OpenClaw 就是下一个 ChatGPT， 然后他的那个带来的影响力是非常的巨大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个概念，就是以前我们用 AI 都是在问问题，所以这个时候你对于整个 AI 算力这个需求，它是线性的，大家问的问题越来越多，它就需要的那个需求越来越高，它是用线性的方式去成长的。但是呢，到了 agent 的这个时候呢，以前你问的是一个问题，现在可能是你要 AI 帮你做了1、2、3、4、5、6、7、8个步骤，然后每个步骤可能里面又需要很多很多问题，很多很多的解决方式，所以这个 AI 的算力呢，基本上是呈指数级去暴涨的。也就是说，一下子全球需要的这一个对于 AI 算力的这个需求是非常非常庞大的，同时间也是突然间翻倍到了下一个指数的一个程度了。就是在接下来的这个 AI 的这个算力的这个需求量呢，可能会去到10000倍，甚至他也是直接说出了，就是他觉得他自己的这个产品，最后在接下来的2年能够带来的整个 market 呢，可能是到达10000亿美元这么大的一个饼，所以他觉得这个 OpenClaw 对于这整个 AI 产业影响非常非常的大。然后如果这个时候呢，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到底在未来大家是怎么看待人类的生产力 AI 的生产力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一些更加全新的一些概念。基本上最重要的这个思路呢，就是 AI 的这个 token， 或者是 AI 的这个算力，或者是我们讲的这个智慧呢，它接下来会在未来呢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currency， 或者是我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货币。今天你这个企业呢，能够提供多少的价值，就取决于你有多少的 token 帮你做事情，你有多少的智慧能够帮你做事情，你能够透过你有的这些智慧，你有的这些 token 呢，去产生多大的价值，去帮助大家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最后你获得了这个利润。大部分的企业都可能会转向这个方向。那至于这些提供算力、提供智慧的这些生产商，还有整个产业链呢，他们就会有一个全新的一个标准，他们的重点就在于每1瓦的这个电力到底能够产生多少的 token， 因为毕竟电力就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能源，或者是整个算力的芯片，整个 data center 就是有限制的，可能每一年的增长量就只有这样子。可是当整个市场的需求这么大的时候，考验的东西就是到底我能不能够用更低的电，但是就能够做到更多的事情。也就是说，你能够使用的每1瓦的这个电力呢，能够换算成更强大的一个运算，能够换算成更强大的一个智慧呢，那你就因为
你的这个产品比别人更加的有效率，比别人更加的厉害，就会让所有人都更加倾向于向你更大量的去购买你的这个产品，所以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个形式。所以也就是说，未来可以想象一下，像这样子的 token， 像这样子的一个智慧，像这样子的一个 AI 算力呢，它会变成是一个在企业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源。然后呢，它是随插随用的，随时我都可以换去一个别人更好的一个产品。也就是说，今天 OpenAI 的这个算力比较便宜，我就去那里了。今天 Claude 的这个算力更加好用，我就去那里了。它是属于一个随插随用的一个阶段。然后基本上所有的企业都是这个 token 的消费者，重点在于它能够拥有多少的 token， 能够让它的员工有多少的 token 去使用，然后创造多大的价值出来，提供市场多大的一些解决方案，让他们能够赚得更多的利润。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在未来可能对于人才的这个想法会完全的不同。我觉得在未来看待人才的时候，就会看待这几个角度。首先，第一个东西就是这个员工呢，他有多会使用 AI，他有能力调动多大的一个 AI，或者是他有多少的 token 可以去使用。比如说，可能员工也会想，我进来这间公司，一个月只给我100,000个 token， 我进到那边公司，我可以使用100万的 token 去做实验，去试错，去让我自己发现到更好去使用 token 的一个能力。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会更加倾向于选择那间公司。当他加入某一间公司的时候，公司看待他的角度就是到底他能够创造多大的价值。比如说，我就给你100,000的 token， 你到底能够创造多大的价值，就取决于你的薪水有多高。再来是你能不能够 utilize 或者是真正的去尽量的使用完公司给你的一些额度，或者是你自己的一些额度。这个是我现在发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今天呢，有时候当我们有过多的算力的时候，是吗？我其实并不能够真正的能够让他们完成这么多的事情。因为我的头脑是有瓶颈的，我能够接收到的资讯是有瓶颈的。如果今天有太多的 agent 同时间做着很多的事情，我能不能够很好的管理他们？我能不能够让每个 agent 都发挥最大的效力？我能不能够很好的检查好所有 agent 做的事情，确保最后做到的工作成果是比我原本自己一个人做的更好？这些都是需要去学习的。而且我自己的体验的过程中，就真的是它其实并不是那么的简单，甚至非常的压力。当我今天打开我的 AI， 发现到我的 agent 已经把事情做完，在等待着我下一步的时候呢，我发现到我没有能力去检查那么多的 agent 做的一些成果，所以我就让他们闲置在那里。可是闲置在那里就证明我没办法最大化这整个优势，所以它就无形中变成一种很大的压力，也同时间也是考验这个人才到底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或者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知识点，或者是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目标，知道很清楚的知道我现在需要 AI agent 还可以做什么，让他们不断的工作，最好是24小时都在工作，然后我这个人才就是不断的下达指令，检查结果，然后再下达一个更新的指令，或者是我有没有办法找到另外一个方式，甚至让他们 agent 跟 agent 自己就直接进行了不断的进行某一个流程，我做最后的审核点，然后甚至可能不需要我审核，也这个东西也可以直接通过，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我觉得会是接下来所有白领工作都会转移成这样，只是时间的问题，可能是2-3年，可能是3-5年，甚至可能半年，就会需要进入这样子的一个节奏，就是我如何透过我有的手上有的 token 最大化我的生产效率，去最大化我能够做到的这一个整个 project 的效率，让可能一间公司以前需要100个人才能够做到这样子的一个业务量，可是现在我可能只有10个人，我就能够做到这样子的业务量，甚至更多。这个就是我觉得整个未来企业最大的一个方向的一个转变，这也是这个 OpenClaw 带给整个 AI 产业最大的一个里程碑跟一个影响力啦。所以这样子走了一圈下来，我自己的一个总结就是，你并不需要真的去使用 OpenClaw， 因为现在大家也看到它的安全隐患很多，然后你需要很多的时间成本去试错，需要很多时间成本去体验，才能够真正的看到一点东西。但是我觉得在接下来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安全的 AI agent 会出现，能够让你更加容易、更加简单就能够上手去使用。包括现在的 Perplexity Computer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你要做的 setting 很少很少，你就可以开始去直接去使用这些 agent， 而不需要像 OpenClaw 这样子，需要经过一个非常复杂、非常漫长的一个 setup 之后呢，才开始能够让它做某一个事情。所以我其实建议大家，其实从今天开始，你就应该去体验这样子的一个 Agentic AI， 你去使用像 Cowork 啊一些真正在做 AI agent 的一些功能。我可以跟你保证的东西是，他们对你的那个震撼感，绝对是跟 ChatGPT 带来的那个震撼感是一样多的。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在这个过程中，你会真的是看到他给你的反馈、给你的成果的时候呢，你就意识到原来世界这么美好，原来 AI 已经可以做到这个程度。
这个就是我每一天的感受，也是我每一天一定会打开这些 Agentic AI 去使用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跟我以前最大的一个习惯的改变。那这个就是我目前的一个工作状态，还有我对于 OpenClaw 的一些分享。那希望透过 OpenClaw 这个故事，让大家真正的明白现在我们处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我们不需要真正去使用 OpenClaw，但是我们一定要了解到底 OpenClaw 对整个行业、对我们的人生、对我们整个世界造成了什么样的一个改变。那这个就是我这个星期的一些分享，那我们就下个星期再见，谢谢大家，拜拜。